现在是2月中旬了，也到了果树修剪最繁忙的时候了。我前一天从网上买了一个电动的剪枝工具，今天就给大家开箱评测一下，看看这样的电动剪枝工具是不是能很明显的提高剪枝的效率。把包装箱打开，这工具呢，在这边是很容易买到的，就是 Home Depot 的比较常见的品牌。就是这种工具，看起来造型有点奇特。我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我家里边其他工具也是这个品牌的，可以共享电池。这个工具呢，我就是买了一个裸机，没有买电池。取出来看一下，这盒子里东西是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工具，一本说明书，电池是要单配的。这前面有一个保护盒，我把它给取下来，放在我剪枝的包里边。这工具呢，跟我其他手边的工具也是类似的，有这样一个保险的装置。把保险压下去，然后按这个按钮就可以开始剪枝了。这是我家里边已经有的电池，因为家里这样的工具挺多的，所以电池还有充电器是不缺的。这是20伏的锂电池，把电池给它装上去。咱们试一下，把保险压下去，看起来还不错。我看了一下，它刀片这里摩擦的地方已经提前上好润滑油了，所以我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一般到了2月中下旬，就到了果树修剪最繁忙的时候了。我们好多的果树在3月份就开始发芽开花了，所以我们这种休眠期的修剪要赶在它开花发芽前做完。我其实剪枝的工具还是挺多的，有各种各样的大剪刀、小剪刀，还有锯子。不过所有的工具都是手动的，一是效率低，第二就是我这些年手指也有损伤，所以老是这样用剪刀剪来剪去的，对这个手指的关节伤害也挺大的，所以我今年打算就用电动的剪枝工具了。另外就是这几年家里边种的果树是越来越多了，用这样电动的工具，效率上应该也能提高不少。话不多说了，开始去剪枝，就拿这棵李子树开始下手吧。先试试这背上的小枝剪起来，哦，一下就下来了。这个再试试，哇，这效率还是快多了。这条侧枝呢，这地方有2个头，我要把其中一个去掉，我想让它往这边延伸，所以就去掉这个吧。然后我再找一个向预计的方向发展的芽点，然后从这儿给它短截一下。现在轮到这条枝了，把背上的这条给去掉。这一条延伸出来的枝呢，跟刚才的方向差不多的位置，我留一个朝这方向的芽点。然后给它短截，这边还有一些小枝，它的尖儿干掉了，把尖儿剪一下。刚才通过这2条枝的实践呢，我觉得这种电动剪枝工具对于剪这种小枝来说，有点是杀鸡用牛刀了。其实这样的工具可能还是用手动的小剪刀更容易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现在来试试这条稍微粗点的枝，这条目测应该是超过半英寸了，看看怎么样。看看有这么大的剪口，这就比手动的要省劲儿多了，手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损伤。这边背上的剪掉，背下的剪掉，然后这儿找一个向外的芽点给它短截。现在到这个头了，把这些比较粗壮的枝子给它去除掉。这上面也是有2个头，把其中一个给它去掉。我发现这种大剪刀啊，对于这些夹角比较小、枝也比较小的地方，它剪起来还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个头留的就比较长，没有手动剪刀剪的那么精细。这条枝呢，回头可能得给它拉一下枝。我找一个向外的芽点，从这儿剪一下吧。行，就先这样吧。其他的小枝呢，都是会开花结果的，就不能剪了。还有一些个别的枝头呢，太细了，我回头再拿小剪刀给它调一调就行了。到这棵小的李子树了，去年我最终还是决定给它留成自然开心型，所以用这些绳子给它拉了一下枝，打开了角度。现在我需要给它短截一下，然后明年的话就从新的位置再发出新的芽，就形成新的枝了。大概量一下，找一个30-40厘米之间的位置，留一个向它同一个方向生长的向下的芽点，然后从这儿给它剪下来。这条枝也是对照刚才的，找相同的位置，留一个靠下向外同一侧生长的芽点，然后我们给它截短。到这条了，留一个这边的芽点。
行，这样自然开心型的骨架就出来了。刚才那2棵李子树还是有点太小了，现在拿这棵大桃树来试试手。这棵大桃树呢，原本我也是打算给它做矮化处理的，今天就先提前挑一些枝子出来，测测这个电动剪枝工具。看现在这条枝子大概是有半寸吧，我们给它剪下来。这剪口呢，整体上来说还算平滑，但是上部分有一点皮掉下来了，有可能是我操作的方式不太合适。看看这更细一点的。这个就平滑多了，再找一条更粗的，这一条呢应该是有1寸了，我来试一试。哦，这个还是方便多了，这剪口也是完全能接受的，还是不错的。再来试试这一条，看看这种分叉的小枝子剪起来怎么样，还不错。看这条结果枝，它长得实在是太靠下了，将来肯定是会被遮住光的。我给它回缩一下，从这里边给它剪掉。另外一侧的分叉也不要了，这被鹿去年给我咬断的枝子也来剪一下，这种小枝也是干掉了，断掉了。我还是得找一下，挑战一下1英寸的粗一点的枝子。现在我来挑战这一条了，这一条目测呢肯定是有1英寸了，有可能还要多一点。它这个说明书上说的是最大就到1英寸，我试试效果吧。哇，剪了4下才剪下来，看来超过1英寸的还是剪起来比较费劲儿的。看起来呢，这个剪刀最大能剪的枝也就是1英寸了，像它说明书说的那样。不过1英寸的树枝也是挺粗的了，我们不用换锯子，直接用剪刀一下一下都给剪了，那还是挺方便的。再来试一个啊，这一条呢也是相当粗的，看看几下能剪下来。哇，这个一下就下来了。看来虽然都是1英寸，但是对于嫩一点的树枝来说还是要软，剪起来还是更容易一些。这工具呢，像这儿这个保险，可能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得使点劲儿，压出这种声音，然后才能剪。如果不压出声音的话，它是剪不下去的。来试一下这个桃树的这条枝子，这是以前被17年蝉给破坏的，然后从根部又长出了一条比较新的枝子。这样的话，我们就回缩到这里，然后保留这条新的枝子。这工具总体上来说呢，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对于像这种大树，它上面有很多比较粗的枝，比如说是0.5英寸到1英寸的这种枝，你用手剪的话还是挺费劲儿的，这种就轻松多了。但是对于像0.5英寸或者是0.25英寸以下的那种小细枝呢，我觉得跟手动的比起来，可能还是手动的更灵活一些，因为毕竟这个大剪刀呢还是比较粗大一些，剪起来没有那么的精细，也有可能是我用的还不够熟练吧。另外就是这个东西呢，比手动的剪刀肯定是要重了不少，虽然是省了这个手指头的力量了，但是一直这样拿着，拿时间太长也还是挺重的。我觉得这个工具呢，明后年对我的帮助肯定会更大一些，因为明后年呢，我这一批的果树肯定都长得比较大了，到时候剪枝量啊，还有树枝的粗度也更大一些，到时候拿这个剪起来，那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回头我可能得再多练练，多适应一下，这样的话用它剪那些小枝，争取也能做到剪得更精细一点。然后我就不用再更换剪刀了，就用这一把剪刀把绝大多数的枝都给它剪了。当然像这些特别粗的枝干，像这种剪刀呢肯定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用锯子给它处理一下。因为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来测试一下这电动剪枝工具是不是好用，是不是适用，并不是主要来矮化桃树的。所以关于大桃树的矮化修剪呢，今天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后边专门录一期视频来讲解一下我是怎么给这棵大桃树进行矮化处理的。我的整体目标呢是经过这一次的修剪，再加上夏剪或者是秋剪，争取到明年的时候让这棵树能做到我不需要梯子就能够到上面的桃子上面的枝干。